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尹乃菁小姐、伦玉芳委员、游淑慧议员。昨天前天耶诞夜，昨天耶诞节啊。但是呢，教宗有说希望至少这一天不要再打了嘛，让大家喘喘气嘛。但是呢，普丁说不行，喘气他就会这个蓄积能量以后呢，继续要顽抗，所以呢继续打啊。泽伦斯基说，乌克兰人都盼望普丁死掉算了啊，每天祷告他死啊，看能不能大家集众人的力量把普丁揍死了。那另外呢，这个俄乌到底能不能结束这个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他跟美国的特使有非常好的这个谈话啊。那美国特使呢是这个威科夫啊，然后呢还有库什纳，Kushner 他的女婿啦女婿啊。普丁祝川普圣诞快乐，说呢，因为普丁也有特使到美国，也跟美国在谈。他说，克里姆林宫正在分析美国的俄乌和平计划到底可不可以啊？那原来是24点28点，现在变成20点了。但是有2点是关键嘛，第一个就是领土嘛，第二个就是核电厂嘛。俄罗斯说，将这个核电厂我要管，不能到你手上。然后领土呢，你要让那这2点当然是卡在那个地方了哈。那另外呢，泽伦斯基说他愿意让步，让步什么呢？我愿意从乌东撤军，但是不是给你要变成一个非军事区。乌东差不多20%的土地，俄罗斯占那大部分其实都俄罗斯都占了啦。但是我愿意撤开，然后呢变成一个非军事区原来是28点嘛，现在变20点。然后他愿意举办公投，让人民自己决定未来看看到底那边的居民到底怎样。但是整个乌克兰还只有东区的公投了那另外呢，俄罗斯空袭，教宗说至少尊重救世主诞辰的节日嘛，显然没用，还是打因为他们那地方信东正教，那也是这个基督教一支了那另外呢，这个教宗上任以来第一次在圣诞节讲道，所以要注意，他要战争了这个加萨那边的民众，他们还住在帐篷里，在那么冷的天还住在帐篷里，风吹日晒雨淋，我们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吗？所以呢，当和平需要对话，当我们在别人的人性面前下跪的时候，和平才会到来，就要谦虚了那另外呢，这个我刚刚讲的就2个，一个领土，一个核电厂领土核电厂还没有共识，我们看一下。Сьогодні мрія у всіх нас одна. І бажання ми загадуємо одне на всіх. Щоб він сконав. Скаже кожен про себе. Але коли з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Бога, звісно, ми просимо ширше. Просимо пр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це. І молимось за це. 好，老师怎么看？什么时候可以和平啊？你晓得，普丁正在热恋中，通常热恋中的男人心里比较心情好，比较善良，比较慈悲。那他现在热恋怎么这么狠？这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说他现在热恋中的对象的女人心理变态喜欢看战果。也许普丁每天晚上都要跟他讲，今天又往前迈进多少公里了。他老婆，他不是他女朋友看了，就心花怒放花枝乱颤，不就放火戏诸侯吗？不就变周幽王了？你这个比喻不当不当了不当。那你继续讲。你周幽王比普丁，这个你的通识教育太有问题了。好，你继续讲。所以呢，除非这个女朋友有心理变态，喜欢看杀人引以为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那这个现在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提出来的这个20条，你刚才讲过2条，就是很有问题。一个是领土，他说我退你也退中间变成 DMZ，demilitarized zone 非军事区。但是呢，他还有核弹厂、水管，但这2条就很严重了，这根本谈不拢最后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的停火，关键在一个人，就是川普。
你要看川普有多狠，川普的讲话的口气，普丁怎么猜？普丁如果猜说川普是完整的，而这个玩下去我受不了，那他就会让步。但川普给普丁的感觉就是说他根本下不了手，他根本不敢所以普丁就吃定他了，不管有没有女朋友。那至于说他昨天泽连斯基讲说乌克兰人大部分都希望普丁死，昨天的媒体国际媒体都大幅登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俄美小朋友说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事实，也很接近事实。我觉得乌克兰人大概希望普丁死的人很多，那他为什么这么没礼貌公然这样讲？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每次的谈判或是准谈判，泽连斯基上不了谈判桌那他完全上不了谈判桌。我既然谈不了上谈判桌，我算一下诅咒你死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可能未来马上有可能说我面对你1对1也好，2对1也好，我就不好意思讲。你想想当年我们国家内战的时候，你记得老总统怎么称呼他的敌人？猪毛匪帮匪都讲了对不对？说诅咒人家死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国际媒体就大肆宣传这一句话，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个西洋文明也很奇怪，你看后面都布置着圣诞节就很欢乐好像就是一个大的节日救世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来诞生那杀人照样进行，这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相互的啦 ，reciprocating 啦。乌克兰人希望普丁死，我相信；俄罗斯人也希望泽连斯基死，有吗？一定，我觉得不见得。保证。为什么？俄罗斯也很惨这几年因为他经济好对不对？也很惨，而且他也死很多人如果外媒报道正确，在战场上，俄罗斯死的人比乌克兰还多因为他去攻打人家嘛，人家是防守嘛，所以他也希望泽连斯基赶快下台了，最好死了，然后彼此都死了，然后就和平了嘛。来，吴哲。因为刚刚大佬讲说，这个可能接下来这个和平协定能不能断定，可能要看川普的态度。但我倒觉得，可能欧洲的一些关键国家的表态，可能影响更大。就是说，在泽连斯基提的和平方案里面，其实泽连斯基也让步了啦，包含他几个重点说，他之前就说他放弃，他答应这不争取加入北约嘛，那希望欧洲跟美国可以提供类似 Article 5的这种安全保障条款，那希望要争取加入欧盟。那关键在领土的部分嘛，那泽连斯基提说，在乌东的一些所谓的被占领区部分，一些地方俄罗斯撤军，一些地方就维持现状。那等于就是虽然我不承认那是你的领土，但是俄罗斯可能继续有实质的掌控。所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他也做出了一定程度让步。那关键在于说，好，那俄罗斯会不会接受呢？那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个两边愿意坐下来去正式来去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动向。那为什么说我觉得欧洲的关键态度也蛮重要的？因为其实美国在川普之前释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他态度其实讲很明了。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就是贝多利分嘛，我过不了那么多战场。美国某种程度也承认他的国力现在不如以往了，所以他的最核心，包含现在最新释出来的他的这个2026年度对中国的军力评估，他的关键的资源全部要放到印太地区来去应对中国嘛，所以在欧洲基本上川普态度就是他要尽速从俄乌战场这边抽身。那关键就来说，包含德国、法国、英国这一些所谓的欧洲几个大国，他们之前说愿意提供安全部队进入乌克兰境内，后来到波兰这个地方，那欧洲能不能集体对乌克兰提出一个比较强烈的保障，可能会是普丁在评估乌克兰的实力的时候一个会影响的变数了。但另外，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说，之前包含德国的外交部长示警说，甚至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把这个战事延长，因为最近这个一些外媒在分析，就是说，包含赵大哥刚讲到说，俄罗斯经济现在真的不好，然后他已经进入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了，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军工产业大概占了他国内1/3的整个产值，他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突然停下来吗？那如果突然停下来的话，可能对他国内经济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再转回来，变成民生的经济。所以会不会俄罗斯现在国内的压力大到说让普丁他就算没有想要单方面的扩大战事，但是因为他国内现在军工产业已经整个转起来了，他也没办法立刻的结束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会去影响的变数。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说，俄罗斯已经尝到战争的甜头，所以很难接受美乌新方案。还有
他说俄国的民众也很难接受这2点新方案。老百姓我死那么多人，打那么久哦，就算了哦，好吧。CNN 盘点2026全球7件大事，委内瑞拉这个新版的门罗主义，这个俄乌战争，然后呢，以色列这个政治走向不明确然后伊朗的内外压力，恐怖主义会卷土重来 ，AI 革命，大国这个竞争。他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川习会可能影响台湾的命运，因为台湾不在谈判桌上，会不会变成菜单上的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来，玉芳兄，我们讲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我觉得关键人物其实是普丁啊，也不是川普啊。川普不是吹牛吗？他商量24小时就结束这场战争吗？他没有办法，因为普丁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嘛。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他有什么把柄？当年到莫斯科的时候被普京给拿到了，这个也有人在讲。我们不知道。Golden Shower 你听过吗？对啊，黄金雨。这现在很重要一件事哦，所有的战争大部分都因为土地而起，也争夺土地，最后要解决这个战争最困难在谈判的时候就是土地的问题。我现在说一下这个顿涅茨克，现在有78.8%，这是最新的数字的土地在俄军手上。卢甘斯克有99.7%，扎波罗热有74.9%，赫尔松有65.4%，这个土地现在完全俄军控制。所以你现在他为什么要去设一个所谓的经济特区呢？你这个经济特区。按照泽连斯基自己的讲法，我向后退5公里，你就要退，俄军就要退5公里。我退10，你也10；我退40，你要退40公里。然后这整个地方变成非军事区，然后我们在这边发展我们的经济。俄国的想法是：我干嘛这个肉已经吞到肚子里面去了，我干嘛吐出来呢？而且你知道，现在每一个月，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每一个月平均俄军向前推进456平方公里。每个月它都吃掉456平方公里，你知道台北市多大？272平方公里不到它一个月可以吃掉台北市的多少倍啊？而且还有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它现在的经济的状况当然没有战前好，可是它撑得下去，它有很多的石油、很多的天然气可以继续的卖然后它的兵源也很充沛。今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募了多少个新兵呢？募了41.7万人的新兵。你不缺钱，你不缺人，对方节节败退，那俄军凭什么要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而且还比这个还更难的土地。我刚刚讲那几块，头上还有哈尔科夫，还有苏梅，一部分也是俄军占领。那你现在泽连斯基说，那个4个地方，我刚刚念到4个省的俄军占领了这么多，他说冻结现状。那我问你，头上那2个省呢？还有底下另外还有2个省呢，对不对？另外还有哪2个省？一个叫涅伯省，一个尼古拉耶夫。这2个省里面有一部分的土地也被俄军给占领。那现在泽连斯基说，你要给我退出，整个要给我退出。那俄军想让我得到什么？所以就是说，战争到最后谈判做的事情还是要由战场来做决定。你在战场不顺利的时候，你怎么谈都难。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核子反应炉，那个是那个核电厂是全欧洲最大的这个核电厂。这核电厂扎波罗热这核电厂，它大概可以产多少电力呢？一年大概是5700万瓦，5700万瓦，所以很大一个电力。那泽连斯基的想法是这样：我跟你美国1人1半，50-50我们就分了。好，然后你的50%呢，你要分给俄国还是要分给谁？我不管，我就要50%。但是首要的，你俄军就是要退出这个核电厂，还有这一带的地区。但是美国想法，你俄国人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把这个核电厂送给你？现在是俄军占领嘛，所以美国就说这样要不要33%？我们3个国家各33%，
然后共同来管理。那乌克兰就不愿意嘛，他觉得说你这样的话，他觉得他划不来啊。所以这个战争是很难去很难这个僵局哦，是一定要维持到什么状态？第一个就乌克兰挺不住了，好，1个月456平方公里没有了，再打1年几千平方公里，4、5千平方公里都失去了。大概这个就是川普告诉他了，你不这个时候谈和，你的土地只会越掉越多，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普丁敢这么凶悍的还有一个原因，你欧洲国家你本身也没有怎么很团结，匈牙利的看法跟你们也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们说要帮忙，还要说没收我们的这个外汇存在你们那个欧洲国家比利时的那个外汇，你动看，你试试看，欧洲国家最后还是不敢动那笔钱啊。那欧洲国家自己经济也都不好，德国、法国哪有国家经济好？那你不停的拿钱出来，撑不下去了。至于美国态度，那川普更是很坦白啊。他第一个他不喜欢泽连斯基，第二个他觉得我已经支持你们已经够久了，这个战争应该要结束了。所以川普觉得你泽连斯基，你事实上你背后是没有什么靠山，你的靠山是越来越虚弱，他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这个只是个悲剧。当然说一个实话，普丁是罪大恶极了。制造战争的人，每天这样子制造战争，你在这个圣诞节前夕，你要打650万，650这架的这个无人机去轰炸，还有30枚的飞弹，把一个4岁小孩也杀死了。我认为一个自己叫基督教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你做这样的事，你对自己的良心实在交代不过去了。继续再回来。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亲台湾的，不过3个有2个都亲台湾了哈。那这叫阿斯夫拉险胜美国很欢迎，川普开始就介入了，说如果他没有当选，以后你们不要我援助你们，通通不要那这些国家很穷啊，都要靠外援呐那为什么他们喜欢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买他的白虾嘛，那这现在没人买白虾了，所以很多公司都倒闭了他白虾卖不掉了。老共本来说要买啊，大陆说好像也没买，要跟他们签什么经济的什么自由贸易区也没签所以他们就说还是跟台湾比较好而且呢，现在赢不只有0.7几%，不到0.8%而且开票开了3个礼拜，100多万票，100多万票，那开3个礼拜搞什么鬼呢？所以呢，输的人不服气啊，就是作弊。开始的时候呢，川普支持人第2。川普就说作弊，后来呢，川普现在支持人上来了，对方就说作弊那这个阿斯夫拉原来是商人，从政很接地气所以呢，我随时为兄弟效劳，你们都是我兄弟，4海之内皆兄弟也那另外呢，这个他说跟台湾有邦交的时候呢，比现在好100倍所以呢，到底会不会可能再跟台湾复交外媒说这是北京的大挫败，台湾是赢了因为这个阿斯夫拉当选了洪都拉斯的总统，那外交部说我们的立场务实开放之前因为呢，为什么跟我们断交？因为那个前总统跟台湾要钱，要很多亿美元呐后来我们看看这个实在撑不下去就算了那现在这个会不会要跟你复交，要跟你要钱呢那钟嘉宾民进党书记长说呢，恢复邦交是正确的方向那不过呢，黄国昌也说呢，就算复交不要走金钱外交的老路了到时候要跟你要钱要你吞他的白虾等等。那学者警告说呢，北京会不会拉圣文森跟我们断交，就换洪都拉斯，反正这个一个换一个，我们看一下。Debemos de reconocernos como lo que somos, una sola familia hondureña. Hoy, con profunda gratitud y asumiendo el honor de poder servirles, les extiendo mi mano para caminar juntos con firme determinación de trabajar sin descanso por Honduras.
洪都拉斯总统终于出炉，由亲台候选人阿尔斯夫拉胜出。阿斯夫拉选举时曾说过，洪国和台湾有邦交时，情况比现在好100倍。曾说如果胜选，将恢复和台湾邦交。却分析其他中南美洲国家可能跟进，尤其美国总统川普力挺阿斯夫拉，称他是唯一真正捍卫自由的朋友。传出涉外高层人士透露，和阿斯夫拉有直接沟通管道，代表着两国复交可以期待。但陆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事实充分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契合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决定。回顾洪国在2023年和台湾断交，原本预期和大陆建交的好处落空，北京承诺提供的各项援助和缔结双边自贸协定至今没到位，加上饲养白虾产业反而因少台湾市场而濒临崩溃，洪国虾类外销锐减将近70%，至少60家公司被迫关门，大约1.4万人失业。洪国看似后悔，就让在野质疑，又是为了钱。有没有又牵涉到钱？台湾民众党向来都支持价值外交，我们反对金钱外交。任何国家的往来或邦交，就跟交朋友一样，要建立在理念相近。要考量国内政治，势必也得面对陆方反制。冉金去过洪都拉斯啊？对，我去过洪都拉斯，上个世纪。他以前跑外交嘛？对，上个世纪的时候，那个连战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到洪都拉斯，巴哈马去访问，然后我就跟着去。那时候应该是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啊，然后洪都拉斯的主要的一些的建设，其实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支援的哈。所以呢，他对于中华民国我们两国在外交关系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当这个中美关系呢还存在从冷战时期一直走到后冷战时期，特别在冷战时期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两个中南美洲对于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后门哈，所以呢，台湾呢在中南美洲，在中美洲，在加勒比海。特别是中美洲加勒比海，美国的后门帮他们守住这样子的一个战线，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的整个的情势完全不一样了，就在于是说这一次呢，在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里面，我们看到呢前面的2名的领先的候选人呢，都强调说他要当选之后呢，要积极的考虑跟台湾复交等等之类的哈。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说，我们要不要接受我们要不要积极的去争取这样子的一个复交的外交关系？我认为他们在跟这个中国大陆呢，他们现在在强调说，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后来跟这个中国大陆建交都不如在跟台湾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一个在叫价的一个过程嘛哈。我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喊价，然后要求这个中国大陆呢付出的更多。你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讲，他有可能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然后任令说，我这个新当选的这个总统，然后白白的这个邦交就送给中华民国，送给台湾吗？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情况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然后呢，现在对于川普政府来讲，他又没有这么的跟中国大陆采取一种对抗和阻绝他在他的后门以及中美洲、南美洲去发展他关系的一个状态的情形之下的话，他对于洪都拉斯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外交选择，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意见啦。主要还是要看就是中国大陆要使多少力，然后台湾要不要选择。我是觉得一个那么的容易因为经济利益呢就去断绝了。我们跟洪都拉斯的邦交关系非常的长要断绝到这样外交关系的这个国家，有价值有必要再把他们给要回来吗？就会。我去过洪都拉斯的隔壁的国家瓜地马拉。对，事实上不管是洪都拉斯或瓜地马拉就像刚刚乃金姐说，他们国家的建设、他们国家的投资其实台湾付出很多。我记得我当时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外交部时不时就来跟我们不管是消防车、救护车这些我们要汰换掉的垃圾车，愿不愿意捐到中南美的这些国家去我去瓜地马拉的时候，还看到一台台湾用了20年已经汰换掉了那个消防车，然后正在他们那边服役他们还是在使用所以确实过去台湾不管是在经济投资，或者是甚至是农产品的那个技术的辅导，我们帮助中南美国家很多
那洪都拉斯过去跟台湾的贸易情况是它出口到台湾来大概1亿多美金，然后它从台湾进口6000多万美金，所以它是受益的那一方。但它跟大陆刚好相反，它从大陆进口了2亿多美金，但是出口到大陆只有1000多万美金所以就变成是贸易逆差了，才会有这个总统胜选人说当时的状况跟台湾建交状况比现况好100倍其实主要就是白虾啦。过去洪都拉斯的白虾大概40%通通是台湾一个国家买走的。可是自从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了以后台湾已经从它隔壁的国家，也就是瓜地马拉还是我们的邦交国嘛，去补了这个白虾的缺口的产量，也就是我们跟瓜地马拉的采购暴增了90%。那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洪都拉斯又回过头来又要来分一杯羹，那我们对于我们忠实的邦交国瓜地马拉要怎么样交代呢？刚刚像王定宇委员说的，哎呀，邦交国应该是理念相近或什么，但是洪都拉斯确实是把它当作生意跟比价，谁比较好，而且这个比价只是区几千万美金、1亿美金，它就可以被买走的耶相较于我们对外的贸易额，我们跟大陆是2000多亿美金那就是1亿多美金、几千万美金，它就变来变去。请问一下，过去他跟我们建交82年那换了一个总统，他就可以断交；再换一个总统，他是不是又要断交？每一次的建交，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不用投入成本外交的援助是一个成本，大使馆代表处啦，甚至我们鼓励我们台商过去就你一断交以后，那台商过去投资以后，谁来负责所以我觉得外交部所谓的务实开放是什么意思呢？人家要跟我们建交，我们都要，然后人家要走要来，我们无能力去挡住他，所以这就是开放吗？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啦。没关系的，如果我们跟洪都拉斯复交以后，鼓励我们的营养午餐跟军中都多吃白虾，休息一下再回来，吃2倍。